当初吴春成在推动壮世代法律的时候，民进党的立委是争相的跑来蹭，跟他合照，还一起支持啊。而怎么奇怪了？等到壮世代促进法真的3读通过，在审总预算的时候，又突然拿这一点来进行攻击。我觉得民进党的立委不要那个时候在推动法案3读通过的时候，高高兴兴的跑来蹭。那现在为了总预算的事情，又拿这种东西出来进行政治攻击啊，这真的不是很道德。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李坤城，小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请改叫我壮世代理工男。壮世代理工男黄创夏，那就是壮世代资深媒体人陈东豪。我可以不要壮世代OK， 好，对，你不要马上再回来，因为我觉得会图利吴春成的。OK， 现在可以换一个名字，中高龄。你这样子他有比较开心吗？上一夫可以用壮阳世代。OK， 这可以播吗？东豪，你打招呼了吗？打招呼了，你打招呼了。好，来，又是没有问题，邀请到立法委员岳仁之，大家好。提案人中高龄，你也是中高龄的，中高龄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庆华，五哥好，大家好。好，为什么一开始大家都有这样，你就知道一个壮世代一个话题，那已经延烧到全国，这是从总预算开始一路烧到现在，甚或这些相关的话题，每一个是不是都会在未来，当你还在过年假的时候，2月1号开始，那所谓的大罢免是不是就会开始？可是你现在看得出来，蓝绿两边某种程度白营当然蓝白阵营跟绿营来看的话，是不是大家某种程度都在累积，为了未来2月1号的雄美不？或是现在你看到了，不管是预算怎么删，然后包括行政部门所做出来所有相关的一些的回应，那是不是也是把所有的冲突点都堆到了最高？如果真的话，那创下现在看起来，大家都在巩固各自的同温层，是这样吗？可是同温层谁巩固的比较有利？过了年就是蛇年，呀，蛇会吃鸡蛋，会吃鸡，所以现在蓝绿两党都很担心，所以在赛局理论，他们很怕被神去啃啊。被吃掉，所以你看到双方开始因为总预算这场战争持续的在累积，至少让他们的人觉得说对方真的很没道理，对方真的很烂，所以这种瞎骂本就开始起来。为什么？因为2025大罢免这个四所难免，然后四所难免，所有的东西都要拉起来，所以你会看到行政院就告诉你说，你删了这个预算。怎么样，手语就不行了。记者以后没有直播的服务了。这些东西都是在累积，而是他们的支持群就觉得叶元之这些人太过分。你不要一开始就点他，因为他是拔得头筹的。什么东西拔得头筹？好，这我没有问。所以他就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国民党呢，也看到这个情势躲不掉。所以呢，后面就说，哎呀。其实你知道最伤人的就是不如前任，所以他们就开始打了。你赖清德不如蔡英文，然后蔡英文的预算这么多，蔡英文都可以执政，你不行。那事实上里面其实预算里面的很多的程序，包含科目，是很严谨的，有很多制度。但是在你吵架的时候，谁跟你在乎？讲清楚这些，所以你就看到双方的话，所以就是变成你给你这么多钱，你不会持家，不会怎么样，然后这个东西，你说双方呢？你说绿的会听得懂、听得起国民党讲的话，听不下去，那很难，蓝的呢就会抓着赖清德，你看你这钱不会花，那事实上科目有科目，就是蒋经国讲的唐汉处是不能留用的，对不对？都是1块钱，都是1块钱，不能用，那很复杂，但是他们不管，那原因是什么？大罢免时代逃不掉，那逃不掉就火车对撞，那火车对撞怎么办？就是累积同温层，而累积同温层之下，所以2月1号我们就会看到在很多捷运站口，排队联署，那会变成是今年走春最盛大的活动，再也不是像你们去领红包、去拜年，恭喜发财，联署书拿来。OK， 在未来是不是真的，尤其在过年这段期间，会野火燎原成这个样子？今天2位立委也在现场，我相信包括在总预算这一仗，那大家都参与其中，包括未来一路往下的延烧。一块一块看的话，包括过程当中啦，地方的经费或者地方的经费，你今天看到包括台中跳脚，包括台北，对 ，OK， 就这样，那地方的经费怎么会也被这样删呢？没有删到地方的为什么你们要这样？某种程度，因为这些蓝营执政的地方也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刻意要这方面被凸显出来？可是不管怎么说，这整个罢免真的所有的有人说百工百业啦，或是由上到下所有的人全部都被包含在这个里头了吗？
这次的中央总预算总共被删除了2075亿，然后冻结了2600多亿，然后如果扣除到这个法定的预算、法定的支出之外，大概被删除跟冻结大概有1/3。那所以中央政府能够用的就不多了嘛。那我还没有算说这个如果财划法他们送出去之后，还要再扣掉3700多亿嘛，那所以说其实中央政府能够用的预算就是有限。那所以说现在中央政府就想说那我预算有限，我对于地方的补助，我当然要拿回来一些嘛，那所以说这个卓院长他才会讲说，那我们对地方的补助，除非是关于弱势的社会福利的补助，我们是不是要考虑说我们就收一半回来？因为我们对于中央的这个对于地方的补助，其实我最近有在就是我对于地方的一些，比如说学校或是说一些社团的一些补助。我都会看到那个公文，那公文上面都已经有写得很清楚，比如对学校的补助，这个预算必须要等到预算通过之后，如果没有被删除、没有被冻结，然后才可以拨用。那表示中央政府就知道说，如果这个预算有被删除、有被冻结，那我就是没有办法拨到这么多钱嘛。其实，在给各个地方政府、给各个机关、学校的时候，公文都写得一清二楚啊。所以现在只是中央政府把事情讲得更清楚一点，因为其实中央的钱就是这么多嘛，总预算就是这么多，3兆1，现在被砍成这个剩下2兆9，那的确有很多的建设没办法做了嘛。所以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就6都嘛，那6都也包含高雄跟台北啊。那像高雄跟台南也在讲说那我们的这些轨道建设那也会受到影响啊。的确没有错。那其他像这个新北在台北，他们就说你这砍的预算没有砍到说中央对于地方的补助啊。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其实中央对于地方的很多的补助，那你把钱砍掉了，你按照各个部会嘛，不论是交通、内政、经济、农业。你把他的这个预算把它删除了，或是把它冻结了，那中央就是没有这个钱能够拨出来嘛。那中央没有这个钱拨出来的话，那当然地方能够收到的补助费就会减少了。我觉得这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嘛。所以今天中央政府只是把这个事情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你这样子乱删预算、乱砍预算，不是只有中央的这个部会会受到影响、受到伤害，连在地方政府，你们现在要推的一些建设，如果是由中央来做补助的话。不论是这个轨道，或是捷运，或甚至是一些社福的预算、托幼的预算或者是说这个青年的这个社宅补助预算等等，都会受到影响。不过现在看起来，元春，我注意到蓝营跟白营有一直在讲说，帮人民看紧荷包本来就是天职，对。而那个整个删的过程，尤其现在刚才当然坤城有讲，那地方也只是因为榔头钉子钉木板，没有办法，他们也只能够被迫要把地方拉。但我讲，包括台中，包括台北。都叫得非常的凶，那对你们来讲，我会怎么样看待这一块？尤其现在看起来有很多譬如像陈英委员那个公示23亿，后来是2300万嘛，他也来我们节目里面有解释说，那个要饭说不是他讲，他是可能请人家去看一下许忠茂先生的那篇文章怎么这些，但是某种程度这里头，当卓院长第一次公开指责立法院怎么可以这样做，他用了一段词说。老共会最开心，这是毁灭中华民国的第一步。所以这整个预算已经开始跟两岸之间跟什么亲中卖台会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他现在就情得抹红，就是民进党套路啦。我还是要恭喜卓院长跟赖清德总统，获得有史以来全中华民国最高的总预算2兆9000多亿。但是这几天他们铺天盖地的说他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2兆9000多亿交给你，你什么事都做不了。那就是人的问题了嘛，你这个车子呢也给你换新车了，也可以加满油了，你一直开不动，为什么？因为你要踩油门，你才能刹车啦，就是这么简单呢。那好，我们把人家买车费都给删了啊！我是比喻，同案嘛，我是比喻，我是比喻了，按照验证的说法，油钱东山30%，哎，没有，水电费删完以后，因为他今年比去年编多很多，所以才删呐，所以他今年的总预算还是比去年多。那去年都做了事情，现在。哭天喊地啊！政府要关门了啦，没有办法做任何事啊！我觉得大家不要相信这种话。那接下来我就一步一步来讲哈。我刚刚讲的是，比如说要冻结地方补助50%，为什么要冻结地方补助50%？我真的不了解。因为比如说刚刚坤城讲教育经费，教育部有被冻结25%，没错，但是那个是冻结的是行政业务费，那并不是要给地方的补助，而且。今天为什么我们立法院我们要冻结？其实冻结不是删哦，那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冻结不是删。为什么要冻结？是因为现在照道理来讲，行政院要对立法院监督嘛。我们立法院不是行政院立法局，立法院本来就是要监督行政院。可是这一段时间，过去1年，
行政机关根本不理你啊！你要质询他就是在痞痞的啊，随便糊弄啊，要资料全部给你涂黑啊，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监督他。所以现在只能说，我先冻结你，比如说有的是冻结25%，有的是冻结30%。你冻结不是不能用，你只要告诉我你这个钱你怎么用，尤其是很多都是增加的预算，你要怎么用，你只要讲清楚了，那我就给你解冻。这个是一个监督，这个是督促他好好做的一种手段，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那你中央补助地方是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哦，因为很多已经核定了，例如说我已经核定要给你这个学校什么钱，那核定之前比如学校已经给地方教育局计划，然后地方教育局也送给教育部计划，所以教育部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你要怎么用，怎么样啊？我觉得你这个有效益，所以我补助给你，所以是完全不一样概念。一个冻结中央预算是因为还不清楚他要怎么弄，请他提专案报告就解冻。地方是他已经告诉你他要怎么用，你已经核定了，结果你现在说不行了，我不给你用。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情了，这个就是要让地方。就是故意想要引起地方政府的反弹，说啊都是蓝白3预算，所以才造成这样。其实这是一种操作，这可以不要做这个事，但是他要操作，就好比说体育署好了啦。前两天他们造谣说体育署我们删了11亿的预算，实际上只有30几万，他讲到11亿，为什么呢？也是一个操作，原因是因为去年1年呢，我们棒球很厉害嘛，扬名海外啊，然后结果他操作说，哎呀蓝白乱砍预算，砍了11亿。根本没有嘛！体育署不要说没砍11亿，体育署的预算今年比去年还多了10几亿。那为什么要故意讲这个事情？操作啊！然后还有明明我们删的是官员的国外旅费，他们就把它讲成说是球员出国比赛没办法升等商务舱，这也是不同的事情嘛。因为球员是另外的钱嘛。但是为什么要这样讲？操作啊！所以我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啦。你一样解释是解释不完的，但是很清楚就是你已经拿了有史以来最多的钱。但是你什么时候做不了？这要不然就是你无能嘛，要不然就是你在操作嘛。我先简单回应。第一个，如果按照原制的说法的话，如果地方政府没有中央的补助就没办法做事的话，那就换人做嘛。地方政府就不会做嘛。钱不够，地方政府钱不够，但是中央政府的钱是有史以来最多。没有中央补助，地方政府就没办法做，换人做嘛。这不是现在在地方政府没有钱啊。你听我讲完，你是有钱的，他听我讲完哈。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说这个冻结呢不是删。那我请问一下，现在这么多的冻结案，300个冻结的案子，那难道我们下个会期开始，每个委员会每天要排的就是这些冻结案的如何解冻的报告吗？完全不可能嘛！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说这个冻结呢不是删。那我请问一下，现在这么多的冻结案，300个冻结的案子，那难道我们下个会期开始，每个委员会每天要排的就是这些冻结案的如何解冻的报告吗？完全不可能嘛！我问过林思明啦，我说你内政排那么多的这个冻结案，你有办法全部都排解冻案吗？你怎么整个会期都在处理这些事情就好了嘛？如果没办法解冻的话，这些预算就等于是删除。第三个，国民党的话术就是说啊，你看我给你们这个这个最高的有史以来最高的这个预算2兆9000多亿。那我要讲嘛，台湾要进步嘛，我们税收有增加，我们支出也增加，我们多了很多的预算的一些补助啊。长照现在900多亿，以前有900多亿吗？托儿托幼对于青年的补助，这些经费都增加了嘛，所以台湾是往前进步的嘛。经费增加了，预算就会增加。那现在呢，国民党就说没有，我要砍掉你跟去年的一样。那请问一下，那新北市要不要跟10年前的一样？新北市现在预算也增加了嘛？那新北市政府难道你要跟他讲说，我先砍你的400亿，回到10年前，回到1600多亿，这样子呢，你用1600多亿就可以做事了嘛？不行嘛，因为新北市政府也讲说，因为我要进步啊，所以你要多给我一些预算啊。整个事情，上狗。来，立法院待了这么多年，现在看起来的话，是因为当初整个包括在案这个过程，当然有一些是大家觉得荒唐的一些地方，可是你听到蓝白阵营像袁他们就跟你讲说，那最后的钱还是多啊，还是什么的，老百姓到底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一块？而且这一块平常讲总预算，那总预算就是过了嘛。可是对老百姓来说，接下来大家看到的是全部都转化成刚刚讲那摆摊子，然后接下来就过年的时候那个联署，接下来是转化成这个样子吗？真的有这样一些动力，都已经烧成这个样子了吗？我觉得一件事大家在解释总预算，不管是蓝白营跟绿营，其实他们解释的内涵都不一样。
因为你注意看叶元之在解释，黄国昌在解释，他都跟你讲金额。你看民进党在讲什么？你删的项目。其实项目才要命。讲金额是外行人说的话。为什么？今天最简单的一件事，我们常举一个例子，陈东豪去瘦身3公斤，你减低3公斤，你是运动减低呢，还是我拿刀子把你鼻子耳朵割开来3公斤？不要那么狠，差别有多少？差别有多少？我以为你们俩感情不错，我很想割，没有，你说是自然的减的，还是用这样方式？科目的问题高过金额，科目的影响高过金额，所以你注意看，他们都在跟你讲金额。我今天讲一句最白一点的话，讲金额是一个用金额在做，跟不懂总预算内涵的民众在似是而非的说法。那如果真的你讲科目很重要这一块，那这科目被删到有严重影响到，包括讲说可能政院开门，连那个就是连手语，因为大家现在都习惯旁边要有一个手语老师啊，很多这些，就是他哪一些科目被删到，都已经觉得真的没有办法再开门做事了。我觉得你一般业务费就是政府开门要用，然后里面通案删减完全没有理由，它只有科目哈。水电费删10%，黄国昌是30%更狠，两党协商也有10%。但请问你一下，10%有很多单位放在哪里？它就放在一般业务费。你这边删了10%，然后一般业务费删30%，那我请问你，你到底要删多少？好，姑且不论主计处估的准不准，他说你通案删减删出来的数字，依据你的删减比例删出来数字是300多亿。OK， 你现在要我删939亿，那我请问你，我600多亿该删哪个科目？该删哪个科目？他马上出现问题。人民所接受的讯息，其实你去讲预算里面的东西，其实他的理解度。就平常不会去太关心预算的事，是啊，所以他的理解度或许没有那么高，但他可以看到的是，为什么蓝白3亿个预算，各行各业全部跳出来骂，那个影响性，其实各行各业跳出来骂的影响性，比绿骂影响还大，不，影响还会大。一夫刚讲的那个重点，袁志，我要直接问，所以那个是各行各业跳出来，好，譬如。从陈玉珍委员的23亿，你可以看到，包括一些导演啦，或者什么在立法院嘛，那陈玉珍委员不是跟他们之间还好，那叫对呛的吧？我觉得就是这样，而且话越讲越难听。对了，就这些才是造成很多的一些民众，因为民众是透过媒体去接收到这些资讯啊。是上一夫讲的这段吗？我觉得上一夫讲的当然是有道理啦，哈，有道理。因为你选区的选民，你会怕吗？你那时候还叫上一夫，他是你选区选民，你会怕？OK， 就是说，当然是有道理，但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是要及时去辟谣。例如说，刚刚我讲体育署，谁跳出来批评我们？洪一中洪一中他真的一开始真的以为说蓝白3的体育署11亿啊。可是后来这证实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嘛，是民进党那种吴佩益那边乱讲的嘛。但是他如果我们没有及时澄清的话，其实很多人真的是会相信。然后还有一些是我觉得有些人刻意出来带风向，比如说昨天有一个名医叫施景忠，他就说哎呀蓝白什么把什么儿童医疗的照护体系都删掉了，就没有啊。我们一个那个卫环的那个立委陈金辉说没有这件事情啊，所以。现在真的，当然，如果他们跳出来，对我们来说一定是一个压力。可是实际上他们跳出来，很多目的很奇怪，有的是被带风向，有的是刻意的。那这就是我们面临一个问题了。我跟你讲，带风向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比如说洪一中出来，谁骂洪一中？搞球板赌博的陈之汉，馆长，你说对？那一个在棒球界的人，一个搞球板的人。你认为这样骂起来对你们是好事吗？不是好事啊，所以这个高志刚也出来讲话，高志刚是12强的教练团团长，教练团的成员，也是我们经典赛资格赛的教练团的成员。你说陈之汉出来骂，你认为是好事吗？陈之汉是主张蓝白合的人，你认为这个影响
对你们都不伤吗？一个搞球板主头赌博的人来骂当初熬过那一段时间的球员，不管删多少，你们都受伤。有没有想过？对，元志刚刚讲说，你们也不希望馆长去骂像就是那个。我觉得洪一中不是他的问题啦。当然，如果你跑去骂他，你们可以继续骂洪一中啊，没问题啊。跑去骂他，当然，因为洪一中也有很多支持者嘛。是啊，对，所以当然我觉得会有作用力啦。但现在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嘛，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说为什么明明体育署没有31亿，但是民进党立委就可以造谣说31亿，我们也不知道会这样啊。我们要注意一下，遇到了就是必须要去。他所讲的话，他就说体育预算不应该删，增加都来不及的，为什么要删？他就说大家是讲认认嘛，那个8蕊，那增加19亿。不要，洪一中那个时候讲的说法，他没有讲11亿或多少亿啊。他只是说你删体育署预算不是坏就是笨。然后国民党啊，或者有些帮国民党讲话的评论人讲说，我只是删你的那个出国差旅费。官员的，对，官员的。喂，我那么讲了，去年12强打得太好。体育署没有功劳有苦劳。他的出国差旅费才70万。70万你是要能怎么样啦？他不是700万呢。你70万你也去删他干嘛呀？70万的15%啦。对，所以是10万。70万已经不是很多了，而且你怎么去删他？有一个钱是，其实同他如果700万，我也可以，你才比较好讲嘛。不是针对他，不是我问一句话，我也可以针对我问一句话，统三主计处如果算出来300多亿，各部会要分担啊600多亿，请问你体育署要不要分摊？对，我只问你体育署要不要分担？那个主计根本不应该碰体育署去碰啊！我讲我有的预算，我是给，因为张公看他说我都不谈项目，其实不是，是因为我先讲个大的概念，因为项目实在太多，我不可能一个个去讲。那有的项目像体育署这也是一个项目啊，像其实所有部会被删最多是速发部啦。速发部它有一个署就被删20亿，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觉得速发部没有功能嘛，那编那个钱它有一个什么民主网路，什么一天有出国的那个有被删嘛，然后。台湾 Plus 被3、2亿啊，民众党提案有3、2亿，就是其实要项目也是可以，不是说完全。可是现在我问一下，你是不是教育委员会的？对啊，那你们里面有没有删体育所预算？你们民进党也有提，不是我说你们有没有删体育所预算？后来我们应该以冻结为主啦，以冻结为主。但可是是到了这个2轮的时候，国民党、民众党他们提出来的嘛，那所以其实，在委员会讨论就一点价值、一点意义都没有了，都是在2轮的时候就删的嘛。我是说这一次的审查。我记得礼拜二，五哥的节目特别把黄国昌那一段放出来，委员会删太少，为了让你有感，他会删到让你有感。委员会删太少，陈玉珍的提案，财政委员会删公式、删黑潮，那我想请问一件事。我想最简单的问叶元之，你不觉得你们被踩到脚底下，你们一点都不专业吗？委员根本可以把委员会裁撤掉了。你们一点都不专业吗？有沟通啊，因为他本来因为一夫哥你知道吗？他本来陈玉珍提案是要删，现在叫我一夫哥了，3亿，你很在乎哦。沟通以后，我刚就跟你讲，这个名称一开始就要叫好。后来是你们沟通完之后，对啊，因为我们有。他提案，但他要进到我们党团里面的教文委会的小组来讨论，所以才会出现什么好像是不是柯志恩有跟他吵架的那一段，然后最后是那笔是2300万。其实刚才上刚讲那段意思就是，照理来说，因为教育文化委员会嘛，那这些预算都经过你们这些，可是当那预算委员一个23亿出去以后，那个伤害就已经造成了。也就是说，那个媒体的整个，包括艺文界或是讲说导演那什么，大家直接出来对呛那个时候，有些人会误会，对，就已经会这样，就算后面2300万，蓝白就要把这23亿删掉了，然后还有就是他跟另外一个导演在对话的过程当中。然后他其实引述了另外一个人的评论，就一个媒体人评论，就是说什么要饭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被说是他骂文化界要饭。然后他其实引述了另外一个人的评论，就一个媒体人评论，就是说什么
什么要饭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被说是他骂文化界要饭，就是沟通过程。因为我觉得现在网络讯息太多了，这个没有误解，因为他就是引用他话，表示他支持、他认同他的话，他才会引用嘛。这个就不要去硬凹。他有很多之前还留言二仆七主，还记得吗？对啊，好不好？你们陈玉珍本来就是在提油救火的人，加。好，那我们又这样看，就往预算本来是钱，你说每一年预算都多多少少都会删一些或什么，但今年闹得特别凶。哦，不管每个阵营刚刚讲，那透过媒体、透过舆论，所有这些，可是你说太细目的东西，对观众朋友来讲，就像刚刚义父说，我也不会管，观众不会管太细目的东西。可是媒体的一些报道，一个标下来，一个标什么，他大概就会很有感觉。对，譬如就像“壮世代”这几个字，为什么刚刚连我们开始介绍，这个请叫“壮世代”，那个不要叫“壮世代”或什么？对了，你也是“壮世代”了 ，OK？ 提案人。联署人，全是提案人有几十个联署人，共同提案人，那时候共同联署人，他会用这个东西来动预算，这是最糟糕的事情。所以，就往现在看起来的话，尤其像这整个，我们就讲说，它最大的影响不是预算过完以后的那一天，而是那一天是个开始啊。包括后面那冻的要不要解，包括2月1号的火，都是从这里面开始啊。对，我讲一个壮世代就这样，你看壮世代那个过程，这几年被大家烧成这个样。它一定就会影响到未来在罢免之战的时候，一定会被拿出来讲嘛。不管他是白银的人提的，可是蓝银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挺嘛，要不然怎么过？对，这个壮世代的题目跟预算的题目，我觉得两个我要分开讲，因为两个题目都蛮重要的。第一个是预算这个题目，我觉得在这一次过程里面，大家其实最有意见是所谓的通删这件事情。因为通删坦白说是有点不讲理的，你知道吗？就你可以去论述啊，这个某个这个部会水电费为什么这个机关特别的高啊，跟其他的部会都不太一样，跟其他机关也不一样。那所以针对这个机关呢，要删它的预算，这合理，对不对？但通删10%这件事就非常的不合理，所以它的副作用呢，其实在注定那个总预算要通删之后呢，陆续会开始发生嘛。所以呢，这个行政院你可以说他那个手语老师那件事情呢，到底是不是非必要一定要拿掉，这个可以讨论啊。但是通删上次我在5个节目有讲过，水电费通删10%这件事这个落实到地方的医院去，尤其是部立地方医院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个就会开始有感觉了啦。因为在这次黄国昌，你记得他不是因为很介意人家说那个统删30%水电费，包含了他的老东家中研院，他很介意，所以把学校单位列进去，把中研院列进去，列为排除单位吗？对不起，你里面没有把医院给排除所以这些部立医院到地方的会不会受到影响？会受到影响。它受到影响的方式，第一，要不要考虑它的挂号费要不要涨价？挂号费涨价影响的是这一般民众就医的权益嘛？那第二个，如果呢这个因为删它的水电费，导致说它某一段时间它不能够用水电，比如说晚上。大家这个水电就不要用了，晚上水电不要用了，那是不是晚上的门诊就取消？晚上门诊就取消，当然进一步影响到这些比较不是那么都会区的部立医院所在地方的民众的就医的权利，这一刀杀下去的范围影响是很深的嘛。然后再来，我们再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昨天到今天陆续看到的。已经有人收到通知啦，这个听说是跟这个数发部有关的单位呢，因为总预算被砍了，所以他的这个 U 叉案就等于说他界面视觉优化设计他就不做了。那不做这件事情就跟我们这个手语老师很像嘛，就标案即便是给你，但因为预算没有过，所以就通知你就不做了。因为他下面本来就有写说，那就算你这个如果要是那114年预算如果没有过或者什么什么，那你还是没有办法动。对，他就没有办法动。然后这个人他其实是负责之前有这个协助财政部做财政部的那个报税系统的优化，可是你可以看到这很明显的，马上他就接到通知说这个案子就不做了。所以你说有没有单位开始受到影响？当然有，民间开始受到影响跟冲击啊，大刀一挥，副作用陆续发生，它就变成大罢免里面去添加柴火。最后我还是稍微说明一下啦，这个前面原是在讲说这个为什么这个赖总统钱拿到史上新高的预算，那为什么说他反而会不能够做事情？好，我这样讲，这个预算为什么会编到史上新高？除了我们的税入增加之外，税出的部分，各位看，这就是刚好前面5哥讲那个细项啦，细项都在里面啦。你看这细项，学校用电跟电价动涨的落差59亿，你觉得要不要补？健保这个财务需要协助的部分336亿，你觉得需不需要补进去？这个钱都是要用的住宅基金200亿要不要补进去？然后住宅家电的节能，就让效率提升升级计划68亿，就是我们讲那个节能节电的家电方案。这些都在里面。OK， 这些增加的钱都是在里面，所以不是说钱增加了。好像这个钱呢，我可以随便流用、任意流用，不是，它是有每个对应到的科目，然后社会哪个地方有需要，它必须要补进去。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在讲到这个，我们在谈到这个
这个壮世代之前呢，我觉得预算的部分要跟大家讲清楚，这些通山下去的细项，未来会跟着大罢免呢，两边大家发现这边有受害者出现的时候呢，我觉得大罢免这边的柴火能量相对就被增加。预算我补充一下，那个水电费为什么砍？是因为今年水电费暴增嘛，增加了大概100亿嘛，大概25%啦，所以才通山10%是这样，不是无地乱砍啦。然后之前蔡英文总统自己也讲了嘛，就是其实就算部会少了10%，都可以活得好好的。他为什么会讲这个话？因为他做过部会首长，因为他要知道部会的钱本来就会浮编一些让立法院来砍，可是实际上我们这一次砍的大概就是6%，但6%里面有包括是要给台电的1000亿，所以除了台电以外的1000亿，大概就是3%左右，那还比蔡总统讲的10%少很多哎，所以我觉得当然。有砍，但是不是说像这样什么事都做不了？比如他这个计划可能200亿砍1亿，那你还有199亿啊？那为什么你还有199亿的时候，整个计划都无法推动嘞？其实很多是这个样子。没有，我讲一下，部会少10%，在他编概算的时候就自动减少。意图阻止上一没有，发言，他就自动减少。然后我哪一些可以先不要做，我哪一些必须要做，在概算就已经少10%。主计处就会先把关了。不是提出来又被你们删到少10%没有关系，这是2个不同的概念，不要混淆。好，可是现在看起来都好。小绿人星期有讲说，那未来好，你讲说有人说我在监督，然后有人说你在瘫痪，我不管词用什么，但未来走向，小绿人讲了一段。算是至理名言，但是也是大家都懂的一个道理。未来的民意走向会决定蓝白跟绿之间，大家到底这一仗未来会怎么打？当然是啊，如果要是大家发现老百姓的民意动向，譬如，好，我们讲对，等一下会聊到像壮世代的这个话题，那他们就发了声明，吴春成也发，壮世代协会也发，那一定是最近大家讨论这些感受的出来，会有一些的影响嘛。那你觉得未来的走向，民意到底会怎么样看待这一段的乱炒？民意。其实最后是看当初投给柯文哲的那369万人，因为蓝绿各自有各自的基本板块，照道理蓝绿基本板块会各自支持各自的。那台湾民众党因为没有区域立委，但是他还是有票，那所以后面就要观察说这次的诉求大家的感受是什么，也就是谁讲的比较有道理，能够说服谁。我用一个人做代表，因为他过去。当立委已经连任那么多届，所以很多人讲不出他的名字。他是我的选区的立法委员，叫林思敏。因为有连任很多次。对，但因为他当了书记长，所以这次很多提案不是都他盖章吗？有的甚至后来没有国民党立委，就是党团干事长、书记长自己盖嘛。像他有动竹科的预算，他去删竹科的。当然后来有的是改成冻结。那你知道竹科是林世明的选区，以林世明来讲，他照道理他应该很稳，对不对？我现在就跟原子讲啊，你的危险性降低了，因为林世明会比你更有机会，因为他怎么他是书记长啊，他怎么去跟竹科的这些选民讲，那个不重要，就一般选民，比如说一个区域块来讲。不是我觉得讲的意思不是只有主科，你可以想象中科、南科所有科学园区的人，就这一块通常来讲不会跟政治有直接关系。这一块来讲应该是台湾民众党那个科比可能比较容易拿到选票的地方，是一个民进党可能比较不容易的地方。你要怎么去解释？我要去砍，我砍了主科预算，我新竹县第2选区，我去砍了，或者我冻结了。那竹科管理局是干了什么事情需要你做这件事情？他要花多少力气去讲这件事情？第一个，第二个，在选票结构上来讲，他当时当选的得票比叶元之还低，得票率44%左右，44.82。好，那林思明的大本营在哪里？在竹东。竹科最多的人住在哪里？竹北嘛。竹北第一高票是王婉瑜。竹北的第一高票是王婉瑜，林世明是会变成指标因为你是书记长这次所有的案子里面他都要盖章同样类推，卢秀燕够强吧？台中市国民党的立委远远超过民进党，然后你砍中科管理局的预算，
一般业务部到其他的，就说监督跟乱砍是2个不同的概念。是不是国民党的区域立委他们要去解释说，我为什么要动中科管理局？我不能讲说我砍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的意思说，如果大罢免潮来的时候，绿营一定就会把要罢的那个区域的蓝委，然后他在这次罢免的那个预算，他们已经做了什么？他们已经做了，因为民进党很贼，不要用那个，我怕被消音。因为案子太多，对不对？后来还有600-700案嘛。王一川他们就在底下，只要看到，比如说我忘记中科那个是台中哪一个立委的名字我忘记了，因为全程录影，然后要砍中科的时候就喊那个提案的那个国民党立委名字啊，那台中的人中科的你要砍，那个被收音哦，那个是有影像的哦，好，类似的，比如说2年以后，国民党新竹县总要提县长候选人，民雄无人机，当然后来其实是冻结。那砍的时候就喊了，直接喊了，你要按铃吗？喊王玉敏啊，王玉敏，他陷阱已经摆在那里了。好，那王玉敏怎么解释？王玉敏怎么解释？民雄是大票仓民进党的整个做法来讲，他是把整个区域立委当做一个小战区，一块一块累积。你刚刚特别强调那是有影音的，所以这一块就会在未来被拿出来，一直不断的播放。民进党已经设想好未来这些了。对啊，那个坤城，你再等我一下。然后这里面我觉得最伤的一个人是谁，你知道吗？谁？以前是金钟罩护体的江启臣。这里面我觉得最伤的一个人是谁，你知道吗？谁？以前是金钟罩护体的江启臣。国民党在台中市的几个区域里面，江启臣没有明显的弱点，而且他每一次选的时候都是碾压式的民进党。他未来可能要选台中市市长，可是我们如果回去看那一天的那个总预算审议过程当中，我忘记是谁啊，有人跑上去跟江启臣讲说，这个预算不能。吴秉瑞，就是，然后呢，出现复数还是什么？对，会删成复数的。好，然后还有一个画面是，江启臣不知道是问国民党谁，是不是小傅还是谁，说你们这个案子要不要撤案？然后国民党说不要撤。各自的这个筹备委员会，然后又问黄国昌也不愿撤案，全部已经表决过了。然后同一个单位被2个案子删。我在讲的不是最后的那个结论是什么，因为应该是以前案为主嘛。一个冻结，一个删除，你知道吗？因为江启臣是一个其实，在国民党的中生代里面算是相当完美的一个政治人物。可是那个画面如果不断的播出，你会觉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东哥，我帮他讲一下，因为我觉得不能怪他，因为我现在不是说太多资料怪他，是江启臣要在选区里面要去解释啊。对，元正，我直接讲，东豪的意思是。那民进党如果大家讲各自政治上的对立，他们的布局透过这一次，那已经在开始针对，包括大家都觉得只是在弄罢免的，所以未来在每个罢免选区都会出现很多影音的，谁明明你的选区的这些，然后他也罢，他的意思说，民进党已经在设想做这一块，甚或连2026县市首长选举也都被预估在这里头拿出来准备当未来的选美部分。你们有意识到这一块？有，真吗？有啊！你先要回应一下。譬如说好了，像他们的意思是现在才意识，不是早就意识了啦。我举个例子来讲，好像一波哥带这个要先抢，是你带的吗？要先抢吗？这个不是，这个是你要帮他宣传罢免吗？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的选区。然后等一下，我再插一句话。对不起，我一定要说，你知道我昨天。我是从那个联络方那边拿来的，他传给我的很多，我就随便丢到我的脸书，还有这个，一下子就10几万的触及率，我自己看我自己的吓一跳。这是在宏威那里的吗？王宏威的，就是南京复兴站的捷运站，你知道吗？人太多了，社会上有一股气起来了，它不代表最后的结果。OK。
所以我要告诉你，就是说那股气有一股名气在，这是社会氛围啊，就是说，比如说绿的要罢免我们的，可能大家有关注，所以点阅率高。那蓝的现在要罢免绿的，其实点阅率也高。现在是社会氛围是这样，因为好感觉又是再选一次嘛，所以当然大家会关注。那我举廖先生的意思是说，像他那个时候有3-1比，就是国土计划署是有关于社宅的社宅，然后民进党马上就骂他嘛，说廖先生你还删社宅钱啊？对，就说你怎么会删社宅钱？你不是要帮江启臣讲话吗？没有，我是举例啦，举例。那你先帮江启臣吧，因为那个5哥的意思是会被操作啦，会被操作啦。然后廖先生就很生气啊，他就在他坐我右后方，马上站起来。我没有看过他那么生气哦。那时候在讨论白虾的时候，他都没生气哦。但是讲到这个社宅的时候，白虾那个白虾好来社宅怎么样？白袍湖，他就站起来就说：“那个地方你要不要跟我去会勘呐？那个地方鸟不拉屎的，然后以前还是要做什么监狱的，你要不要跟我去会勘呐？你在那边谁要住在那边呢？”好生气哦！为什么？因为他就知道说，民进党就准备要操作说他党社宅这个事情了。那包括就是刚刚东豪哥讲的台中，对不对？你知道我们那天审到11、2点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民进党的越晚精神越好，可能很多夜间咖不知道怎样了，就是精神超好。11点多的时候，郭国文从那个对角线直接冲过去要打谢龙介。说，哎呀，没有要打谢龙介，他就做事要打讨论到南科的预算，就是说你为什么？这是南科的预算，对，南科问谢龙介，你为什么要去冻结预算？冻结，他直接要冲过去，哎，然后中间是有人劝架，不然郭国文可能会被打。就是，然后所以就他要操作的，郭国文被打没关系，你知道吗？他谢龙介要去解释，对嘛？所以当然我们知道嘛，所以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就要去解释。我觉得到时候谢龙介一定会被问，你为什么要删？他会有他的说法嘛，就是说冻结不是删，而且冻结是希望说他可以更好。我觉得这个都解释得通。但是现在怕的是趴在，我觉得大家都各自在同温层啊，就是说民进党就是在他们同温层一直散布。像比如说我也被攻击啊，说什么我什么支持黄牛。那鬼扯！我只是之前提个案子，说不要成立打黄牛办公室，就民进党2年花2000多万成立一个打黄牛办公室。上次我在这边讲啊，民进党马上就操作，说什么我支持黄牛，什么标新人票价变贵了，找叶元之没有，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文化部自己就可以做这个事，为什么你还花2000多万找一个办公室？人家办公室也没有作用。我们是要帮纳税人省钱呐，但是就是会被操作，那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我再把那个东豪哥讲那个场景，我再回复一下。比如说讲到这一个。竹科的时候，竹科我就讲说李世民，这不是你的选区的吗？你为什么要冻结人家业务费，冻结3成啊？那他也无所谓。那我看说，那里面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提案说明？也没有就是冻结这个30%业务费。然后像中科嘛，中科我们就是王一川就开始喊了嘛，喊了这个台中的这个3个立委，包含这个什么罗廷伟啦，廖伟翔啊，黄建豪讲说，这个是你们选区的中科的预算，你为什么要冻结？那讲到南科的时候，就讲到谢龙介，那就是郭国文那一趴。郭国文那一趴除了讲谢龙介为什么动南科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一个包含博物馆在全台湾各地都有，包含台南也有博物馆要设。那问说谢龙介你为什么要去动博物馆的预算？那一样我们也是讲这个台东的黄建斌啊，这个南岛这个文化的这个博物馆在你台东啊，你为什么要冻结这个博物馆预算？我还说没关系，这个在按的时候你可以去上厕所，你不要去参与表决，都是这样讲成这样子。结果呢？国民党还是照动照删，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其实每一个画面，每一个谁在反对这些预算，在哪些区域会影响哪些人，其实我们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嘛。接下来这些就是未来不论是接下来的大罢免，或是这个2026县市长选举，这其实都要让选民来检验，就是说你们要选的这些人，包含高雄柯志恩也是一样啊，为什么要去挡高雄的预算？那你王玉敏为什么要去挡民雄的预算？这都是这样子嘛。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刚才讲的这所有这些，在2月1号以后，会不会变成酝酿成大罢免你的一个养分，或是讲到未来县市首长的一些？可是每一个预算案的过程，包括这次大家特别注意到壮世代的那个话题。好，那先讲壮世代这个你刚刚讲元之是提案人，你是联署人，因为这个法案，我相信客观的讲。你单讲一个壮世代促进法，那希望未来包括多少岁以上的人，他还是有很多，其实那是社会算中间的一股力量。那他是不是还能够在社会上有他的一些作用？这个当然 OK。可是当你回头去发现，怎么会前面有人已经去做了商标申请，然后注册完以后，然后接下来回头那个法案，那个味道感觉上就跟当初，我不晓得跟2位当初在提案或是跟在联署的时候。跟你的初衷是一样吗？来，元之你是提案人，
我共同提案人啊，因为那个是吴春成嘛，我觉得这个利益良善啊，因为因为我其实我博士论文就研究活跃老化的。那我跟很多长辈聊天，我就发现其实我们高龄化社会，但是很多长辈他被贴负面标签，就是说好像他们就是要让他健康啦，不然他拖垮社会财政啊，影响到健保什么，这都负面标签。但实际上高龄化社会长辈是我们的资产，不是我们的负债。所以当他讲到壮世代，我觉得这样不错，因为他可以扭转这种就是负面标签，然后让大家感觉是负债变成资产，然后它变成还有劳动力嘛，就可以加入这个就业啊，甚至大家看过那高龄实习生，他甚至有一些贡献一些智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利益良善，所以当时我就好，那我来共同提案。那到了今天一路烧成这个样子，你那时候知道他有申请？我不知道。那当然，如果说推这个法案的目的是因为后面可能要利用这个法案去赚钱什么，那我觉得那是个人问题，不是法案的问题，法案本身没有问题，是如果有人要利用法案做某些私利，当然是不行的。可是当时我们不知道，而且他有没有私利，我觉得这个还是各说各话了，我没有特别去帮他辩护或者是去攻击他，但是有就不行了。但是这个法案我觉得利益真的是好的啦。来，坤城，吴春成那时候就是他希望找跨党派的，所以他蓝绿白基本上3党立委，在不论是在提案或是联署，他都有找。然后其实他那时候讲的时候，其实壮世代的当时的条文并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在当时的条文里面，我们还有讲说这个未来不设基金，就是没有预算了嘛，然后呢也不设专责单位，就让他在国发会里面，他本来要独立出来，弄一个什么壮世代的一个机关，我们就说不要，就在国发会，然后呢2年内不得修改法律，那其实我们已经多了很多的限制，让壮世代就是说啊，他就是让他是一个理念的一个宣扬等等之类的，这就没想到让他通过之后。然后呢，是在这个审预算的时候，他就拍吴沛忆的桌子，一拍之下，为什么会拍这个吴沛忆的桌子？因为吴沛忆就说啊，你的就是壮世代，你就是有去标案啊，去标这个嘉义市政府的标案吗？那后来大家在想说，原来是有标案的。然后，所以我们在审查预算的时候，我就想说，你吴春成，你为什么要一路冻结？那不是朝野都支持你的这个壮世代吗？为什么要一路冻结相关的这个部会的预算？包含这个故宫的也打3000，然后这个经济部啦、劳动部啦，然后体育署啦、教育部啦，就是只要是这个在条文里面的有关中高龄、高龄、乐法、银法，它就要全部改成壮世代。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莫名其妙，就是说，既然已经通过了，你为什么要去挡这些相关部会的预算呢？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全部改成壮世代呢？不然你就是要让它的预算就要挡下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后来这几天讨论才发现说，第一个他自己有成立相关的协会，那的确也有去做标案，而且呢是在这个壮世代促进法通过之后，他好像才辞掉了那一个协会的理事长，这是争议之一。那可是他的家人，包含他的太太、他的小孩，都还是挂这些7、8、9个吧，这些协会的这个理事长或者负责人之类的，那就有问题了嘛。那更严重的是说，他一样是在冻结这个预算嘛，他等于是说你用这个壮世代，然后来冻结这个预算，然后呢他又注册了这一个商标，那就是好像是说你未来你如果有任何的这个不论是你这个政府各部门，你要用到这个壮世代，你都必须，因为他有注册商标了，都必须经过他的同意。那虽然说他现在已经这个有一个书面声明，就是说啊这个商标供公益使用，但是我认为，如果你今天还是用这个壮世代来绑这个预算，来冻结这个预算，然后呢来谋这个个人或是你这个协会的私利，我认为万万不可。那更严重的是说，他一样是在冻结这个预算嘛，他等于是说你用这个壮世代，然后来冻结这个预算，然后呢他又注册了这一个商标，那就是好像是说你未来你如果有任何的这个不论是你这个政府各部门，你要用到这个壮世代，你都必须，因为他有注册商标了，都必须经过他的同意。那虽然说他现在已经这个有一个书面声明，就是说啊这个商标供公益使用，但是我认为，如果你今天还是用这个壮世代来绑这个预算，来冻结这个预算，然后呢来谋这个个人或是你这个协会的私利，我认为万万不可。所以今天你吴春成只是讲说啊，我这个壮世代可以供公益使用，但是不要忘了，最重要的，你的预算还是没有解冻，预算都还是被你绑住啊。我想问一下，如果当时说要你联署，甚或叫你投票赞成这些相关的法案，如果你知道他前面有注册商标，然后再进行这个法案的时候，你会支持吗？不会支持啊。
我一样的问题，我相信对。如果你那时候知道他有申请注册相关的一些商标，然后进行这个法案，叫你叫你提案联署胜或者投票支持，你会支持吗？我应该就是会沟通一下，就是不是这两个有什么必然的关联性啊？成立这个法案是为了后面这个东西。对我可能会问一下，我会听他的说法。我可以补充一下，你知道吗？后来他去年2024年的时候，他们还去标了那个劳动部那个劳动力发展署的案子，还好没有得标，否则这个很怪耶，因为大家这一次真的是轻忽，因为你提这个1200亿什么，大家会知道你的背景，这一次完全忽略了背景，刚才讲商标为什么要撤销？不撤销，全中华民国只有一家公司可以叫壮世代，只有一家公司又可以用壮世代，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是我们立委的配偶，就只有一家，而这一家就是立委去推动法案的配偶担任代表人，这可以吗？立法委员行为法、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上面都有第2条跟第3条分别名列关系人，关系人配偶就在关系人里面，还有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里面规定的是2等亲，行为法规定的是直系亲属，这都包含什么？子女，这都包含子女。为什么特别强调子女？因为他的子女挂名的公司也有。OK， 秀网，所以大家一定会从这就开始把包括你说吴承成委员，包括他的刚刚讲嘛，包括他的配偶，或是只要有关系的都会被算进来，然后大家会在讨论有没有一些的标案啊这些过程当中，我觉得都需要检视到底有没有这些。可是这就是因为这整个让大家开始产生很多问号，不是吗？这样讲，在我在看，这就是一个商业布局跟一套炼金术。我来看就是这样子，比较直白讲，它就是一套商业布局跟它的炼金术。而这个商业布局跟它的炼金术呢，它等于是把立法院当做是自己的工具的一部分，它是它布局的一部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了，就是说从他自己从商标跟公司建立开始，然后到后面到立法院立成法案，然后在立法院里面要求各部会通通都要配合它，而且这个配合内容里面几乎都是要求要把不管是银法啦、乐龄啦、中高龄啦，把这些相关的字眼都要用成它的定义的壮世代。这很厉害哦，它的商标，然后要求所有机关通都要用成它的商标的名字。非常厉害哦，所以以后人家那个银法善存，以后要改成叫壮世代善存，以后那个乐龄中心要改成叫壮世代中心，因为台湾有很多乐龄中心嘛，地方都有啊，所以几乎统一都要用它的，这是一件很夸张的事情。然后到目前为止，我们立法院所冻结的他好像提出来是4.8亿冻结预算，那里面到目前还有2.6亿是用壮世代的名义卡住，目前还冻结预算当中。所以你说这厉不厉害？这很厉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吴春成委员这次引起的争议很大。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一开始是他跟吴沛憶的冲突的时候，让大家看到说，这个他们点到壮世代教科文协会这个单位的时候呢，人家去查进去的时候，发现这个壮世代教科文协会，你有看到他接到3个这个嘉义市政府卫生局的案子。那接到这3个案子，大家根据壮世代教科文协会登记的地址。好，查进去之后发现这7家公司包括什么56789社会企业有限公司。为什么要把56789点出来？因为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商标，这些壮世代所有的商标都是登记在这家56789社会企业下面的。然后呢，里面的董监事这个不外乎就是3个人，这个张惠美、吴庭宇跟吴庭轩，分别是吴春成的太太、吴春成的儿子跟吴春成的女儿，都是他们一家人。那所以呢，你看光是嘉义市他们所拿到这3笔的这个标案的部分，3笔加起来金额1489万，然后在2023年到2024年的时候，那2024年我为什么特别把这个2024年把它圈起来？是因为今天吴春成他拍了个影片，做了个说明，这个影片做了个说明说。他跟政府进来立法院之后，我有做过任何一个标案吗？我有跟政府拿1毛钱吗？对不起，你进来立法院之后，你的壮世代教科文协会，当时你还没有辞掉理事长的时候，他就从嘉义市卫生局这个地方拿到一个650万的标案。
所以很奇怪耶，我都不懂为什么吴尊成敢出来拍这个影片，告诉大家说我有拿政府任何1毛钱吗？我进立法院之后有吗？啊，看起来就是有啊，就不是没有啊。然后所以你看这3个标案，而且这3个标案我告诉你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这不是什么很奇怪的案子，这3个标案呢，这其实就是2个案子，一个叫全家动起来计划，一个叫做乐龄永壮城旗舰计划之全家都是作家。名字听起来很好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取这样这个名字。但其实说穿了，它其实这2个活动是什么活动呢？它其实这2个活动，一个呢，这个全家动起来的活动，就是嘉义市政府卫生局办的，属于银发族的运动活动啊，一个运动活动。然后呢，这个乐龄永，对不起。壮世代壮世代哈，现在壮世代是银发族，对，然后所以壮世代还没有通过那时候还没通过吗？没有，那还可以，那还可以。可是你看它里面就已经在讲了，它都是用“壮”这个字什么全家动起来，勇壮嘉义队都是用撞来撞去的。然后另外一个乐龄勇壮城，这个乐龄勇壮城就是一个属于这个银发族壮世代的音乐会活动。好，一个是运动会活动，一个是这个音乐会活动。所以呢，你只要会办运动会，你只要会办这个运动会的活动呢，你就可以去拿标案去赚钱。然后呢，你看嘉义市政府3个案子就被拿走1489万，而这三个案子呢，都是在壮世代这个法案通过之前的事情。所以大家就会质疑一件事情嘛，你看。大家这边质疑了几个事情。第一个，大家发现说这里面这个壮世代社会企业就是从56789改过去的这家公司有商标的公司，它是吴尊成的太太张美惠是公司负责人嘛。另外一个是法案也是吴尊成在推的。然后呢，壮世代这个名词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它不是现在还丢这个当时在2021年的时候，他们还发过不知道是不是媒体的这个文宣这个有一篇报道说壮世代这个名词。就是由他这个56789就持有商标这家公司呢，跟另外一个叫高发会什么高龄者什么发展协会一起发明出来壮世代这个名词的，所以这个名词也是他们提出来的。然后再来里面提到，我插一句话，台湾高龄化政策及产业发展协会，对，你说的好，对不起，也登记在同一个地址，哇，都是同一家了。然后再来。这里面呢，我们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呢？这个是我查出来的它的商标的状况，所以你看各个不同写法的壮世代都是被他们这家56789社会企业有限公司注册下来。可是大家在质疑的一件事情是，这个你如果私人企业做到这个阶段坦白说，这都不牵扯到公权力。当然，你去接案、去接标案，那你接得到是你的本事，这个都没有任何违法的问题。开始出现问题在这里他当了民众党的不分区立法委了之后呢，开始出现在这里面。最下面这一层次的问题，开始呢对故宫说你没有用壮世代这个名词，要施压故宫，冻结故宫3000万预算，这不可思议这不是因为不是只有故宫你知道体育署有一笔这个全民推展运动的这个计划，编2亿，里面有2000万被吴尊成给提案冻结起来，黄国昌去联署，然后冻结的原因是因为，请你把银发族改叫壮世代之后，而且。讲清楚壮世代有哪10万人是你的标的之后呢，我们就解冻这笔预算。我第一次在立法院听到有这么奇怪的事情，要求部会冻结预算，解冻条件是你把名字给我换过去，我就解冻了。这很奇怪因为以后政府可以说壮世代已登记为商标，不宜使用。然后呢，刚刚我们讲到的是故宫跟体育署你知道这里面你看这些都是受影响到的部会你看有这么多的部会，这一路看下来，你看这个受影响的单位里面，我觉得。这个好几个单位，包括国发会被盯上要冻结预算，冻结预算的原因是呢，要国发会提出他的报告，不然冻结20%。金管会也被盯上说要求要提报告，然后金管会认为金管会说你要把高龄者的年龄标签把它移掉。然后，所以你要提计划出来，不然我们就冻结你的预算。然后教育部也被冻结预算，教育部被冻结的预算里面，连署人还有看到叶元之的名字在里面。然后冻结预算呢，这里面冻结预算说是要教育部呢提出来说，这避免壮世代落入数位落差的状况，所以要求他提报告，然后预算才要解冻。所以你看吴尊成提出来在冻结预算部分呢，竟然还到目前还有2亿8千万、2亿6千万左右，都是因为吴尊成的壮世代关系冻结的。然后5个这边就我们要讲进来了。刚刚跟大家报告都是冻结预算，对不对？后来我去看了这个法案，我觉得法案之离谱这法案之离谱这个法案呢，因为我现在给大家看的是草案原来的状况这个后来的法案跟草案稍微有落差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原来壮世代这个法案。好，这个定义的部分，这一章可以先不用管它。这一章的部分我觉得比较夸张。第一个是你看这里提到什么呢？这一条第3条提到
要求壮世代，为了这个壮世代的法案，要设政策办公室，然后呢，要设召集人，要由行政院长来当召集人，然后呢，要由政务委员跟机关首长，还要有注意哦这一条哦，我觉得这一条实在是很有绑标的味道在里面。具有壮世代发展经验的专家学者及壮世代民间代表派监或并兼任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有几个学者专家是有所谓的壮世代经验的，就是你怎么证明说我有壮世代经验？去他们协会找啊。我要证明我有壮世代经验，我可以到壮世代办公室的。满55岁以上就有经验，那是人生的经验，那是人生的经验，不要太麻烦，就直接到壮世代协会去就好了。然后这是第一块啊，这是第一块啊。然后第二块来，这往下越看哈，你会越觉得这很夸张，因为光是这个你要行政院常态性有个办公室，每年要消耗这预算支出，这已经很离谱了。OK， 下面是告诉说政府要结合财税跟金融制度，然后要建立超高龄社会金融行动方案，提供金融商品。这句话不可思议，5个提供。这个55岁以上的金融商品是什么东西？叫55岁以上金融商品，而且提供完的银行跟金控公司呢，提供了。请问，如果你要用壮世代3个字的话，这不是公益行为嘛？那请问这些金控公司需不需要付给这个吴坤成，吴春成，或是付给他的公司商标授权金？当然，金控公司提供壮世代金融商品，然后要用壮世代这3个字就要付钱给他，这个利润有多高？然后你看哦，这里面还提到什么？除了金融商品之外，提到大学教学提供教学活动也要做，然后政府呢还要提供数位平权环境，政府还要建立这个壮世代文化产业，政府要建立壮世代观光产业，还有壮世代行销品牌，政府要建立壮世代农业。什么东西都壮世代，农业也壮世代，观光也壮世代，这个旅游也壮世代，文化也壮世代，什么都壮世代。政府如果在每一项都要推这个产业，都要编预算的话，请问这些都需不需要跟吴春成或是他太太名下的公司缴交那些商标授权金？这很大然后最后我讲一件事情哦，这里面让我觉得最惊恐的是这件事情哦，是吴春成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呢，为了壮世代这件事情，要求金管会对壮世代的金融解禁，然后要求70岁以上的投资人可以开户投资期货。有在投资人都知道期货是什么样的金融商品风险性极高。可是这个今天已经过了。对，他已经过了，而且金管会同意了。对，所以这件事情是吴春成当时在立法院质询，然后呢，吴春成的理由是说65岁以上买保单投资金融商品受到重重限制，所以呢，他的壮世代投资策略就是要求要解禁，要求要解冻，让他们的资产可以进入金融市场来消费。所以呢，把70岁以上买期货这件事把它打开。哇，这件事你知道，5哥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多大的冲击啊！你知道我们花了好几年时间跟金管会或跟社会对话室拜托一下好不好？很多的这个长辈到银行去的时候被乱推销金融商品，钱乱花，很多子女晚辈跟长辈还要花很多时间沟通，拜托不要乱买，免得被骗。那尤其是现在还遇到有诈骗，所以你会发现，光是在避免这件事情，当初我们要看，等于是请金管会推措施就是让这个长辈呢要投资之前要做比较多的，比如说 KYC 的作业 ，OK， 这些东西做完2022年的新闻而已，没想到2023年、2024年到的时候呢，吴春成竟然就可以把它翻过去，然后让70岁以上的可以去碰期货，然后还希望进一步再解禁，让他们去碰这些金融商品，哇！过去我们觉得正常的事情，突然都不太正常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壮世代我觉得这个民众党跟吴春成要出来解释清楚。很多的这个长辈到银行去的时候被乱推销金融商品，钱乱花，很多子女晚辈跟长辈还要花很多时间沟通，拜托不要乱买，免得被骗。那尤其是现在还遇到有诈骗，所以你会发现，光是在避免这件事情，当初我们要看，等于是请金管会推措施就是让这个长辈呢要投资之前要做比较多的，比如说 KYC 的作业 ，OK， 这些东西做完2022年的新闻而已，没想到2023年、2024年到的时候呢，吴春成竟然就可以把它翻过去，然后让70岁以上的可以去碰期货，然后还希望进一步再解禁，让他们去碰这些金融商品。哇！过去我们觉得正常的事情，突然都不太正常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壮世代我觉得这个民众党跟吴春成要出来解释清楚，不然这看起来这么大的商业模式这个
吴春成不能说自己在当立委之后没有再赚到钱了。我们刚刚解释过了，你上任之后，你的壮世代教科文协会仍然有从嘉义市政府接到标案，而这些部分看起来整个商业模式，然后跟着商标的布局，都已经是越来越成型，到法案都有了。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现在就只有让吴春成出来讲话，黄国昌还说你们民进党也都同意，这很奇怪吧？可是刚才青黄讲到，这样创下，民众党需要表态吗？黄国昌代理主席需要出来针对这，可是他出来就只说了，当时你们都同意啊，民进党也来蹭啊，现在因为预算才这样。可是这整件事情从大家把所有的来龙去脉这样讲到这个样了，民众党代理主席黄国昌不需要针对这件事情。刚才吴春成的声明，包括协会的声明，你觉得够吗？第二个，代理主席黄国昌需要针对事情再做进一步的表态吗？吴春成没有选票，他是民众党的不分区，是。所以他的一切的所有在职权上产生的争议，概括承受者唯有民众党整个党。所以针对这件事情，他是不分区。如果是原资搞这个事情，那是他选民做决定，要不要去联署而已。不分区立委就是党，就是主席来决定。所以黄国昌当然要决定。因为他虽然只是代理主席，或者是就是中评会就开了嘛，因为这个东西。就是马上要去决定你这个党，所以当然要决定。然后第二个人，整个过程里面，其实会看到的是第一个用壮世代这个名称，一个强制性，然后接下来有那么多的商标，那这个东西其实在这个立法委员职权里面已经是非常的逾越界限。那这个民众党当主席，那当然黄国昌我也知道他现在有一些压力嘛，因为现在处理了吴春成。那2月15号搞不好会出变化嘛？可是你一个政党如果只在思考这个东西，你这个黄国昌，你这样一个政党，大家是怎么会看？所以其实当然是民众党要表态。没有，我就是不，民众党要表态。如果因为他们8席基本上都是不分，那就下面补啊。对，那你说那就是党必须要去做一个表态。你说要补，那等于已经是。要把这个部分去给拿掉了，下面要不要补？这是一种表态的模式。咱们中评会决定嘛，但是对于党，如果说连黄珊珊你们都把他停权了，对不对？然后后面的状况，而且他这么具有，当然他不表态也可以啊，因为我刚刚就讲他非常具有柯文哲精神嘛，对不对？对，非常具有。如果要是民众党没有任何一些表态，如果在罢免潮之下，对白银之间的一些的火会不会烧到蓝营身上？其实。那个东西是因为整个立法院现在人家已经不是总召了耶，人家是主席了耶。是主席了耶，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一次的一个预算里面会有一个形象出来。其实傅崐萁相对躲在后面，是黄国昌冲在前面，所以那个火其实民众党的事情跟国民党没关。可是人家在烧的时候变成黄国昌现在是整个站在最前面的总指挥，他是非绿总指挥，所以国民党是跟在后面的。所以当然国民党会跟着倒霉，但是国民党也在算这件事嘛，因为1阶2阶会打得很热闹，但是最后的决战是3阶，那国民党就在讨好3阶的时候复制基隆市的经验。OK， 那坤城要补充，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在那个庆王讲，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壮世代这个法案，其实在卫环委员会争议就很多。对，在卫环委员会，不论是这个卫福部或是劳动部，觉得说，那我们都已经相关针对这一个，不管是乐龄、中高龄或者是高龄，都有一个相关的定义。那你硬要用一个壮世代来涵括整个，包含55岁以上，其实55岁以上那时候大家都有争议，为什么是55岁？为什么不是50岁？为什么不是60岁？为什么是55岁？大家都有争议嘛，所以那个条文其实在这个卫环委员会里面，其实是大家是认为说，那没有办法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做出决定，甚至连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就是说，你用壮世代定义不明，那要不要就是用这个所谓的中高龄跟高龄来取代来定义？因为这个我们在相关的劳动部或是卫福部里面都有嘛。那吴春成就不要，他就说我就是要壮世代。然后也有这个女性的立法委员就是说，那壮世代听起来有这个男性萨文主义啊，他们就是不喜欢这个壮啊。那他说，如果你要发展产业的话，你认为壮世代有一个产业可以发展，那我熟女也可以有一个产业发展啊。那我要不要弄一个熟女产业促进法？那所以说在委员会里面其实是没有，后来是到了这一个韩国瑜的朝野协商，到了韩国瑜的朝野协商我觉得。民众党其实真的朝野协商那时候都在讲预算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民众党就把这个壮世代这个列到前面去。这你可以想象啊，你看阿北不是1月1号那个时候不是对，不是那时候在开羁押庭，然后那时候后来是吴保出来，对啊，然后呢这个
高额交保出来的时候，到那里去，他不是还叫他讲壮对啊，世代？还叫说这个吴春成还跟阿伯说，那已经是他交保的这个好短暂交保的时间了，吴春成都要抓紧机会呢，跟这个柯文哲讲说，阿伯帮忙讲一下什么壮世代加油。那我不知道说柯文哲是觉得说是莫名其妙，还是觉得说真的壮世代真的很重要，所以他也讲了一个壮世代加油。这么重要的时间，好，就是说能讲的话或许也不多，他就是要这个柯文哲讲说壮世代加油，这是置业。置业，这是真的置业。我觉得很多人是把置业当成企业，所以他就是55岁以下不用加油，55岁以上加油。这我不是壮世代啊，所以你看，那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他都要柯文哲为他的这个壮世代来背书了哈。那所以其实后来亲王所讲那些什么一个基金会要专责办公室，后来是在朝野协商说，我说这不行这都把它拿掉了，不然这个问题会很多，会用很多的经费。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好，可是他还有所谓的这些商标在。可是这整件事情一路烧，我讲每个被点都好。现在全国的那个罢免潮，你自己在盘点的话，现在的状况大概会怎么样？现在通常还只是初步阶段的，因为两边都在喊那个第一阶段，这边在喊有很多第一阶段，哪几个过了，这边在喊第一阶段也很容易，所以第一阶段当然容易嘛，就1%嘛，然后到10%当然有一点难度。对，那坤讲这样，决战当然就是在最后的那个投票的那个时候，所以现在两边之间经过这一段的所有的动员，你自己评估一下，觉得状况会怎么样？因为一定基本上蓝绿对决一定跑不掉 ，OK， 那国民党一定会跟进，他不得不跟进。那因为现在光是联署的就十几个地方了，你在看这个，我自己在看这个过程，就是说，其实这一波立法院总预算的审议过程当中。我要讲帮忙也不大对，因为那让很多人看得很厌恶、很讨厌，就是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就推波助澜。很多人想法，你的3党不过半，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你就像刚才讲吴春成，简单讲一句话，我一些在做生意的朋友，他们现在最喜欢的是创造一个商业生态系。壮世代就变成一个商业生态系啊，要变成一个大池子啊，里面有很多好玩好赚钱的地方。那你如果是纯粹做商业的话，没有人有意见，那算你有本事。可是你现在是用立法院创造出来的，大家本来对壮世代3个字没那么反感的，现在一搞出来，好，那蓝白一定会对抗，然后最后就看白的票。简单讲，这个我没有100%把握的，因为要看变化。就是那黄国昌领导下的台湾民众党还剩多少票？会留在黄国昌这边的票有机会帮叶元之。可是黄国昌没有抓到的选票，那些流失的票呢？他们会不会出来？会不会出来？如果那群人会出来的人，投同意票的几率就会大于不同意，因为他们照道理应该失望不关心。那整个社会是一定会被带动，国民党也一定会反击，也一定会挑几个民进党的区域立委也会做罢免，这个已经不需要讨论。那民进党的投入状况呢，不会以他的什么党部这边为主，这个阶段，但是他民意代表很快就进去，像因为听王一川在讲。桃园民进党的4亿元，有几个就设了那个罢免连署站，开始热身了嘛。然后其他没有设的那个4亿元，开始接到电话干嘛？被骂说，为什么那个谁那边都设了连署了，你这边怎么没有？所以所有的民进党4亿元全部都会进来。那这个1、2阶都不是问题了。好。关键就是原来不关心的人会不会进来？那为什么这个总预算的过程中催化了整个社会气氛？也不应该有红一中的。压根我跟你讲，正常状况，因为你拿了12强，不管怎么讲，今年体育署的预算连删都不用删，因为今年资格赛跟这个预算没有关系。可是全民有那个期望值。你怎么去挑战泼那个期望值的冷水？泼的莫名其妙。我为什么会讲竹科？竹科不是民进党的票啊，结果北中南的科学管理园区你都碰了。OK，
那一般人不能理解啊，那个是非政治的领域啊。然后陈玉珍这个时候要跑去厦门跟国台办主任宋涛一起去贺新年了。宋涛不是见到王沪宁了？没有啦，宋涛啦。那他见到宋涛，对这个有什么催化的作用？更不信任嘛。所以你拼命的去戴红帽子嘛。光是一个陈玉珍会激怒多少人？那是信任。那信任度谁比较高嘛？赖清德的信任度还在50哦，因为他是总统，他还没有介入哦。好，那国民党你要用什么诉求？那当然每一个选区的状况不一样，那个心态就变成，哪怕我罢不掉你，我也要让你面对这个压力。元之，你自己现在的一些的状况，还有党里面，因为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氛围，胜或连像小青，或者刚刚讲那个红卫那边，其实他们两个人的选区理论上，算是偏蓝蛮多的，但是看起来也会有在那个地方出现一些你说罢免的人啊，或是有这些，你们评估现在这些状况到底会怎么样？或者蓝营现在也有听到反制的一些的声音嘛？那反制的力道够吗？我先讲结论啊，我的评估是大概会投票，一定会投票了，因为第三一定会投。对，因为之前一直讲说什么要附身份证啊，大家就不会过啊，联署不会过，但没有这回事啦。因为这样算时间，我觉得中选会不会适用新的法律，然后他现在都还没送出去耶。对，立法院还没送出去。对，立法院还没送出去，你们还没有送出去，还是会用旧法，还没应该怎么算时间都？你们是做法自毙，害了你们自己。我补充一下，因为王宏威又冻结了一个预算，说如果你不改联署格式，他那个预算就冻结。对啊，那个联署格式就是要用新法的嘛，要加就是让你中学没有业务费嘛。这个都会让那个情绪更高亢。那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要投票的话，那民进党就看民进党联署的力道到底要多强。对。那我这一区，我是有做好投票的准备啦。怎么算时间都？你们是做法自毙，害了你们自己。我补充一下，因为王宏威又冻结了一个预算，说如果你不改联署格式，他那个预算就冻结。对啊，那个联署格式就是要用新法的嘛，要加就是让你中学没有业务费嘛。这个都会让那个情绪更高亢。那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要投票的话，那民进党就看民进党联署的力道到底要多强。对。那我这一区呢？我是有做好投票的准备啦，所以我今天特别尊敬上公义夫哥。你平常就很尊敬上公，没有罢免案就不尊敬吗？平常就很尊敬，对不对？对，平常就很尊敬他。那所以就是要投票啦，一定是会啦。那因为我觉得到时候当然该就再选一次的意思啦。我们就是要出去面对大家，然后去解释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这一年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哪些政见其实虽然任期到目前为止只有1/4，但我已经完成多少，这个一定要做。那当然，我现在在外面走的时候，也会遇到有人来挑战啊。例如说，像我这两天就有一个人来讲说，你们干嘛要开放什么让陆配的70岁的长辈来用健保？我们健保已经快破产。我就要跟他解释，我说不是我开放的，现在就有，你小英时代就有了，但是1年只有60个上限，就是要解释，他们也不太听的，就说就是你们在乱现在有点被煽动这样的情绪那接下来当然这些可能原本也就不是支持我的，所以我们就要让原本有投票给我的那一些，我一定是票比我对手多，我才有可能选上嘛，我就要让那些投票给我的人出来投不同意票。但是现在遇到一个困难，就是像我昨天找个里长聊天，里长就说：“你放心啦，到时候我们不会去投的啦，我们乱搞，刚选上就罢免，乱搞，我不会出去投的。”我说：“你要出去投啊？”因为就你们要打热战，但他们以为是打冷战，他们以为说不去投就不同意啊，我没有啦，你要投不同意啊，不同意要概括同意啊，因为现在民进党是在吹牛气啊，像刚刚那个东豪哥讲说什么。哪里桃园的议员是被迫人家打去开始放，对不对？我们那边全部都是民进党议员找的啦，什么早餐店的门口啊，然后哪里都是民进党的议员在找的。我们然后联署在一大堆，还有工读生呢，所以我那一区是绝对不可能冷战的，一定要热战。那但我们的支持者也会给我们党中央压力嘛，或者给我们其他人压力，就是说，我们国民党立委每一个都已经被针对成这样几个月了，怎么好像国民党没有什么，大家会觉得没什么作为嘛？之前是有说，我们会以战止战，然后或者是什么备战但不求战，有这样的呼吁，但是没有动作。但是
慢慢我相信我们的支持者也会组成一些公民团体，然后就会开始罢民进党。譬如说双无嘛，然后他现在也有口号，什么铲除双无什么之类的，就吴思瑶、吴佩益这2个也是被评估说有可能罢掉的哈。因为像我被针对，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比较容易嘛，我赢的比较少。其实我是算硬的，好，但是他们会以这个票，因为我是击败现任啊，我觉得现任但不容易啊。我们旁边隔壁区张宏禄，他是越选票越少，然后赢的票跟我差不多，他是比较危险啊。那他现在也有人组成公民团体要罢他啊，所以张宏禄、双吴，然后还有人家评估宜兰的民进党那个也危险，因为他能够当选是因为陈婉慧拿了3万多票，然后加上我们的候选人，如果蓝白一起罢他的话，他也算危险，还有原住民2席，所以。这样子算一算，搞不好国民党有胜算的有7席，像原住民那2席，因为他是陈婉慧的票要算你们的吗？没有，就是现在因为在也有蓝白在一起嘛，对，蓝白就，所以他也是危险。那如果是这样，就是可能就是6到8月，他还有一种说法，什么说法呢？因为大家预测说投票日是8月26号，为什么？因为8月26号是公投的。8月的第4个礼拜，那因为罢免要过的话，就是要催投票率出来，所以民进党也有可能会搞一些公投出来了，然后那公投可能就什么抗中保台那一类的，然后就催化那些人出来一起来投罢免，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要搞这个大罢免，不见得有利啦，因为你这是催化双方。那按照2024的盘，其实我是觉得对民进党不见得有利了。对，郑哥，如果现在看起来的话，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刚才提的几个？我刚刚讲，连包括蓝营比较算是很稳固的地方，然后也有像这样的一些，包括不管联署啦，或感觉上风潮也一直在烧。那更不要讲，袁志强他已经做好准备，就再选一次嘛，就是再选一次。他是准备是正确的。好，对。所以这些，但是袁志刚有讲一句话，真的弄下去，民进党一定会有利吗？就是加减减，如果两边大家各自互相开枪的话，都有人会倒下去吗？互相开枪啊，更选区不同哦。但我觉得国民党不要忽略一件事哈，就忽略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公民团体以及过去不会关心政治的人出来之后，你要在譬如说你要在吴思瑶选区里面罢免，你动员你自己的票，不要忘记了有一些过去不关心政治，因为最近的事件而跑出来的选民，会去投你的罢免票呢，还是去投吴思瑶的反罢免票呢？你会发现，似乎国民党从2024年立委选举的基本盘来看是萎缩的，中间选民在罢免上面会让罢免蓝的基本盘扩增，就罢免票的基本盘扩增，也会让绿的面临反罢免的时候，你们的基本盘也扩增，就是来自于那一些过去不关心政治被激出来的人，被激出来的人。你比如说，你可能艺文界里面的人以前尽量不介入政治，但这一次呢，公开表态的表态，出版社也很少去对政治表态，那医界的集体表态，这一些会造成什么影响？其实它是一个很难论定的哦。所以当大家在评估，每次都在评估选不选，我说我们要把概念转一转，就你不要用2024年的投票的结果来看，因为最近的事件让很多不关心的人开始关心的时候，我们要探讨的是没有投票的那一群人的行为是什么？那一群人的行为是什么？你几乎每个选区少着5、6万票没有投，多着7、8万票没有出来投，啊，这些票要怎么留？其实它是一个关键呢。其实它是一个关键。那你说会不会双方里面都会受伤？我相信会。否则国民党不会把2席不分那个原住民摆在里面。这是优劣势的判定嘛。因为你加上高金素梅说要柯总上说把41个是包括高金素梅嘛，因为区域39+2，他加进去的是包括高金素梅哈，那刚好民进党就是3地平地各1嘛哈，吴丽华跟陈怡，然后泛蓝营呢刚好各2，2打1，
这一个，而且他们的选票平地、山地是全国性的，对，他没有分区块的，所以每一个人的，你比如说山地原住民的立委，他自己有他的部落的主控区，其实他就可以动员，而这一块地区，山地原住民真的很特别，你别的原住民要插进来很难，他们都有区块里面，因为是全国性，他们都有县市区块的，很难。所以为什么会去考量这2个，吴丽华跟陈仪？所以你说这2席，民进党有没有可能被罢掉？我认为是有可能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就等于说大家各自多多少少一点而已啊，都会对。只是几比几的问题啊，我觉得它是有可能。那大结构不会改变啊，虽然未必罢免掉，但它是有可能存在可能性的。那吴沛憶的得票39点多，其实并不高哦。三卡都刚才他说的危险都有44点多，都有44点多。吴沛憶是39点多，还有一个比他更低，还有一个比他更低。台东的黄建斌，他是33点多，他也一样，他就是民进党分裂嘛。当时的刘兆华跟赖坤成，他是33呢啊，对，他不高，他不高。台东是因为民进党分裂，把票拉得太平均了，拉得太平均了。你像那个谁，赖坤成也是30几%，他拉得太平均了嘛，哈。所以你这样看过去哦，其实我认为要改变国会结构的困难度是有点高哦，因为改变结构等于绿营要进多6席才会57嘛。你6席你还不能被罢掉，我说进嘛，就是要进增加6席嘛。对，进啊，那个禁止要加6席，如果这一边也不小心，那个席次又要再增加哦。是啊，席次要增加。我再讲一句最白一点的话，如果2席原住民被罢掉，国民党再推2席选。那2席的所有票源再转移，要拿蛮难的哦。好，这是全国性，所以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考虑哦。那你可不可以就要讲一个？区域性讲这个吗？我今天讲啊，这个是廖先祥1月在他选区大概用邮寄3信箱的报告啊，这提出来这份报告是说以前都没有收过。廖先祥1月在他选区大概用邮寄3信箱的报告啊，这提出来这份报告是说以前都没有收过，1年来第一次收过。其实你想他这一份到底要为什么？各位还记得陈东豪曾经讲过，在上一个会期，新科立委有什么问政成绩呢？当徐小新面临到立法院职权行使法跟家族诈骗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开始在筛问政成绩？紧张时刻总会做一些事。OK， 这就是廖先祥。廖先祥，当然我整篇稍微看了一下，他几乎都在谈交通建设嘛。你看交通建设 ，OK， 其实有很多，其实都跟他无关啦，都列进去。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提，你看他多特别。就社会住宅，他最争议的，除了白虾以外，最争议的就是什么？3社会住宅。他现在在告诉你说，其实我在找其他更适合的地方，原本那个地方根本不适合，怎么样。你看他说全篇几乎，你看从第1页开始交通建设，翻开来第2页交通建设，全部交通建设，你再看最后1页。把这一段遮住，交通建设几乎整篇细指交通是一大问题，交通建设，但是放下来突然来一个社会住宅，这很明显嘛。这在澄清他为什么要删那个社会住宅。如果不紧张，铜板纸彩色一四面，这成本不小。不是，你如果这样讲，元智，你有没有？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问郑成基？问郑成基，我有问郑成基，但我没有印出来。我以为印不出来。我刚才问印不出来。当然，我们也关心汐止这边，因为汐止是曾经民进党当选立委的地方。这都是民进党当选，所以我们关心汐止，但是我们会更关心的是，请问一下你所在的选区那你评估你所在的选区？我有 YouTube 来，你可以去看叶元之源。干嘛？义父，你评估一下你所在的那个选区。我所在这个选区我觉得它是一级危险区。它100%是一级危险区。而且是危险中一级危险中的危险，更危险。它一定是一级激战区。你说已经到一级危险区，所以对原之来讲。这一边绝对是危险区块绝对是危险区块，这没什么好谈的。他刚才说林思敏高过他，我都不认为我都不认为我觉得第一高危险区就是我们选区。你还是认为是？我还是认为，我已经帮他从第一名要改成第二名。你这个选区已经列为第一高的一级危险区，你评估最后的结果，你自己觉得？如果要我赌，我们后2年的立委，可能跟你姓不一样。后2年的立委，后2年的，他的意思就是你会被罢掉，他也不一定赌赢啊。对啊，我说我主观的认为对，那个形势那个形势，那你觉得现任的立委要做什么努力呢？做什么努力把自己所有的得票数看动得出来，动不出来。没有我觉得你就要拿到欧巴桑联盟的欧巴桑联盟青鸟的时候，站在那个青鸟运动上面，因为15000票，15000票，欧巴桑联盟是你拿到那个票，你就 safe 啊。他是站在青鸟运动的因为很多民进党的也不认同恶霸。原志你自己会做什么一些相关的？刚刚讲，如果被列为一级危险，一定热战啊，一定热战啊，就是要叫大家投不同意啦。但我觉得那个盘也不是看蓝绿，因为也有很多民进党的私下讲就说他们也不认同这样就是选上了怎么样，就是4年后再检验，也有很多民进党这样。请问我怎么都没有听到民进党这样说？因为你接触都是那些想选的人。这场战争真正核心未必是改变了国会现在的结构，但是国民党碰到更大危险是叫消耗战。因为国民党10几个，大多数被点名那么多，被大多数的县市长都不再连任。所以2026的时候很可能补上去的。我在讲这些都被消耗，所以在这立委就被消耗。所以然后台中为什么会被点上来？那台中6个立委那是针对卢秀燕怎么办？卢秀燕就要被卷进去。所以其实国民党让另外一个原则，你们要担心的一件事情是我听到很多议员他们有那种，就是以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的那种心情，你不走，我怎么怀念你？所以2026的时候很可能补上去的。我在讲这些都被消耗，所以在这一段就被消耗。所以然后台中为什么会被点上来？那台中6个立委那是针对卢秀燕怎么办？卢秀燕就要被卷进去。所以其实国民党让另外一个原则，你们要担心的一件事情是我听到很多议员他们有那种，就是以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的那种心情，你不走，我怎么怀念你？所以议员你未必动得起来。所以其实国民党真正今天搞不清楚的是，不是说最后一定是蓝绿对决，消耗战里面是很危险的。OK， 我觉得大范围里面不管说是金准或干什么，其实它是可以分很多阶段。如果我采取精准，我今年的目标是哪些人，并不代表明年不会再有。OK， 明年不会再有。所以它是一个你说战争，明年如果罢免跟县市长合起来再来一次呢？再来一次，不要忘记一件事因为现任的国民党立委有很多人都要投入县市长选举，云林、彰化、台中、宜兰、新竹县、新竹市等等，他又跟立委投入县市长选举，这2个会不会
又再一次结合，还很值得看一夫哦。刚刚讲的是阶段性啊，因为如果这一个选区如果有罢过没有过的话，当然就不能再罢，不能再罢。但是你这些选区有罢过，其他选区如果没罢过，会不会可能次第出现这？那真的是烽火连天。未来一定会这样。最后我不知道坤城来，最后针对这30秒有什么呼吁？不，因为其实我现在这几天去市场发春联，我感觉到民众的一股怒气但我自己选区是比较绿，在三重，但是你这个怒气就是说为什么蓝白在立法院乱搞？就是那股怨气要发泄出来，就是要想要罢免，所以这个是民怨是有的那所以说这个我认为是说，像在原治那一区它过去是民进党执政的，然后有民进党的立委在那边那你把它翻过去的，那像这种选区就很危险。OK， 就像在高雄一样高雄过去是民进党执政，那虽然韩国瑜当选了但是如果要罢免的时候是翻得过去的。那所以像叶元之也是一样。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现在这股怒气10几个选区的立委大概都想要去罢免国民党立委，那这股怨气，那民进党中央我认为是知道了，那只是说在现阶段还是让公民团体整个去联署。那但是我们这个作为这个民意代表，不论是立委是议员，选民服务都是应该的。有什么需要我们做选民服务的，我们都会来服务了。来，元之，最后30秒，来有什么呼吁的？呼吁对啊，就是大家要反恶恶霸，因为我们那一区很明显不是什么公民团体，那个联署站都是民进党的议员找了。然后最近那个何博文的看板已经挂出来了，他那个看板的照片呢，还是用他跟洪孟凯选举的照片，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民进党为什么一直针对我？像上次我们那个翁小平的。精准罢免选择可能性的区域，所以民进党你中央你要想抢位置，那你们就做个真小人，你就说因为叶元之我们觉得把你罢掉，我们有机会，所以不要再把公民团推出来了。你要太恶心了。自己内部国民党的议员是不是也有想要取而代之？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很多联署站都是民进党的人找的嘛。那我们现在就诉求中间选民，大家认不认同这种恶霸？然后民进党也造成民主的另外一个里程碑，以后每个立委都选2次。反正你只要第一次选上不算，因为你还要被罢免1次，你要罢免过关，你才能够继续做。这就是民进党的创下的民主的里程碑。那中间选民接受吗？大家可以接受无止境的乱下去。这次因为总预算很多这些过去不关心政治的人都跳出来的，文化人、体育人或者是一些妈妈族他们站出来，我觉得这个才是国民党的危机。讨厌民进党也很多。OK， 你跟你选区的选民互动好吗？平常没什么互动，他应酬比较多了，平常没什么互动。OK， 那等一下让你有多一点机会跟选民互动。OK， 国内未来，尤其在你在过年的时候，大罢免潮是不是慢慢已经会开始展开呢？未来会怎么样？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关注这样一些话题。那当然，接下来就是年假，也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在这个年假里面呢，能够好好休息一下，也祝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健康。OK， 下礼拜1新闻面对面一样。准时记得要收看哦！非常谢谢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下周1我们继续见，拜拜。